窗帘脏了根本不用拆洗，家政阿姨教我一招，窗帘立马清洗干净。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窗帘作为家居必备的物品，普遍存在于各个家庭。然而由于其结构特殊，拆卸和清洗过程往往让人望而却步。拆卸容易，安装难，稍不注意还可能损坏窗帘，因此许多家庭的窗帘可能多年甚至从未进行过清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招不需要拆卸、不需要机洗的清洗窗帘的方法，接着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们先准备一条干净的毛巾和小苏打、食用盐、洗洁精。厨房里的它也会是非常棒的清洁材料，像是我们家中常用的白醋，还有面食里会用到的小苏打，这些都是用来清洁的好调料。如果家里还有柠檬的话，可以选择在里面挤一些柠檬汁。白醋软化污垢，而小苏打就跟漂白剂的效果一样。小苏打以及洗洁精搅拌均匀之后，再把毛巾放进去泡几分钟。然而使用洗衣液，是因为洗衣液不仅仅可以清洗掉窗帘上的污渍，它里面还添加了大量的柔顺剂，因为柔顺剂中含有很多的柔顺因子，它可以很好的防止窗帘沾染灰尘。食盐的作用其实也非常大，它不仅仅只有消菌和杀毒的作用，它还能够有效地帮助窗帘起到水分蒸发的效果，让窗帘快速变干燥。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制作视频不容易。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感谢大家的支持。在泡毛巾的这段时间里面，可以先用衣架往窗帘上面拍打，以便将窗帘上面的灰尘拍打下来。如果窗帘的顶部拍打不到，可以更换一条棍子，但要避免打到玻璃窗。拍打好窗帘之后，上面的灰尘就剩得不多了。拍完灰尘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泡好的毛巾拧干，然后把它套在扫把上面。我们再使用扫把往窗帘上面擦拭就可以了。用这种方法不用搭凳子，也不用把窗帘拆下来，就可以擦拭得很干净了。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把上方的有灰尘地方拍打干净和擦拭干净，也可以直接用毛巾往下方的窗帘下面擦，而且也不用担心会有其他的灰尘会粘在上面，特别的方便。用完洗洁精擦拭干净之后，我们再打来一盆清水，把毛巾清洁干净，再用毛巾擦一遍窗帘就可以了。这样窗帘上面没有灰尘，我们也达到了清洁的目的。而且只需要利用家里面最常见的几种东西就可以了，不用另外花钱找人来清洗拆卸安装，又简单又实惠。临近年底，相信大家都开始为过年而忙碌起来。新年新气象，家中的卫生清洁是不能马虎的，其中窗帘的清洗就是家中的重头戏。相信很多家庭都会将窗帘拆下来用洗衣机来清洗，这样真的是费时费力。市面上有很多大件窗帘所用的布料本身并不是可以放进洗衣机进行清洁的，除非命运特别好，不然不仅经过洗衣机的撞击后，窗帘会变得破损，看上去美观度降到接近零。二来这种布料破损后可能更容易吸附物品，更容易脏。如此一来，窗帘就不能洗，而且还落到了一定程度的不美观。有些人认为窗帘不懂要干什么去清洁，但是实际上窗帘可能比你的想象更加脏。因为窗帘不断地和空气摩擦，会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因此卫生情况不佳会有一定的影响。窗帘的存在是为了保障我们的隐私，遮挡阳光，也是为了让家里的景色更美观。
为了窗帘美观，我们的窗帘往往会选择颜色比较深或花纹复杂点的窗帘。然而，这样的窗帘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容易吸附灰尘。每年或每2年进行一次窗帘清洁是许多家庭的选择。然而，清洁过程往往令人头疼。窗帘的体积大且厚重，清洁起来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为了保持家里的整洁，我们仍需坚持清洁。许多人误以为窗帘不会积聚污垢，但实际上，窗帘上早已布满了灰尘。长时间不清洁窗帘，你会发现它们变得灰暗且脏污。虽然没有明显的油污或其他污点，但窗帘上的灰尘是相当多的。专业的保洁阿姨建议我们，为了保持家居的整洁和卫生，应该每3个月进行一次窗帘的清洁。这不仅适用于窗帘，家里的其他物品也应如此。有时，你可能会觉得窗帘看起来很干净，但实际上，它们可能已经积聚了很多灰尘，并开始滋生细菌。窗帘是可以对我们的隐私起到很好的保护，也可以在家中起到装饰的作用，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大一些，很少会有家庭对它进行清洁。只有过年或者是更换窗帘的时候才会对它清洁一下，不然就会有细菌和螨虫的滋生，影响使用也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很多人在清洁窗帘的时候也会选择放在洗衣机中，倒入清洁剂，然后让洗衣机开始工作，结束后直接晾晒起来就好。这是很多家庭都会选择的一种清洁方式。看似平常的清洁方法，但清洗后的窗帘会变得褶皱，而且它造型里的毛絮和灰尘很难清洗掉，也让它的卫生情况无法得到一个保持。洗衣机因为它的空间有限，所以用洗衣机给它清洁之后，会发现上面都是褶皱，会让它整个美观性都因此而变差，甚至会给人一种邋遢的感觉。所以，窗帘在清洁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洗衣机。以上几种方法都非常的好用，同时也非常好操作。而且，它们既环保又省钱，对家庭卫生安全性有很好的提升作用，让你的生活更加舒适自在。作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是一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持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良好的卫生环境非常重要，而这些方法做起来又简单快捷，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好了，朋友，清洗窗帘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明天视频再见。